我们要说一个保健品灵芝孢子油，听上去是不是有点玄乎啊？最近陆续有市民反映说，一家中科灵芝孢子油的销售公司在多个小区推广这种药，把这款保健品说的是神乎其神，让不少老人不惜花下重本。我们的记者暗访调查了几个月，先后走访了销售门店、专家宣讲会以及周年庆促销会，了解这款所谓的抗肿瘤神药。来看今天的调查。市民王先生介绍，他的母亲从年初开始沉迷于购买一种名叫中科灵芝孢子油的营养保健品。今年年初呢，家里人买了那个中科灵芝的那个孢子油，说是什么能治疗肿瘤、预防、保健效果挺好，价格是需要2600一瓶。我是说什么产品需要这么贵？我说就反对嘛，家里老人说什么也不听。我觉得中科的这个药挺好的。我们小区里面买的人也挺多，我们都是口口相传吧。他们就说那个医生讲座的时候呢，他说这个药既抗癌又保健。明明是一款保健食品，在王先生母亲的口中却成了药。记者看到，这款保健品的全名是中科创新牌灵芝孢子油软胶囊，具有国实健字号。外包装上显示主要原料是灵芝孢子油、明胶、甘油和水。保健功能一栏注明，本品经动物实验评价，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一瓶仅40粒的灵芝孢子油胶囊，零售价高达2600元。王先生母亲一买就是10几瓶。而为了找理由说服老人，王先生将这款中科牌灵芝孢子油送往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结果还真就发现了问题。我本人是懂一点那个食品知识的，就拿了几瓶去那个检测，发现那个塑化剂严重超标，就说老人还是不听，还是不信。王先生提供的检测报告显示，灵芝孢子油样本质量40克，其中2种塑化剂邻苯2甲酸2和邻苯2甲酸2正丁酯的成分分别是高出了国家的标准限值的7.2倍和9倍。也就是说，中科创新牌灵芝孢子油存在塑化剂严重超标的情况。塑化剂呢是对身体伤害很大的，国家是严令禁止的。为了进一步核实这款销量巨大的保健品的质量问题，以及老年人如此痴迷购买的原因，我们的记者进行了1个多月的深入调查。记者首先来到了福田区一家中科灵芝实体门店进行咨询。走进门店，就看到屋顶悬挂的中科21周年的彩条。这个产品是天天可以服用的，像我们保健人群都可以天天用啦，别说要辅助治疗。这明明是保健食品，在销售人员的口中却声称可以防癌抗癌。现在你什么都在尝试，他就让你就尝试中科的孢子油跟艾特吧，他就真的过来尝试了。现在都已经那个肺癌的已经10年，胃癌的已经有15年了。除了主打产品灵芝孢子油软胶囊之外，还出售孢子粉、番茄红素胶囊、蜂胶等一系列产品。目前还有打折促销。单在深圳10万，我们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公司，21年了呀，在深圳呢。销售人员还表示很多顾客为了享受打折优惠，会在促销会上一次性购买大量囤货，有的甚至一次性花费10万元以上。产品以记账的方式按需提货，而展销会上的价格大幅跳水，更是夸张到让人质疑这药品的成本。紫粉啦，买一整箱的，创新孢子油的，这个是肿瘤的，10几万的呀都有啊。那这个你看，他取部分回去就得存了39瓶。20克孢子粉比起1克孢子油，今天买10瓶送5瓶的话，才8800块钱15瓶，你才合到580块钱1瓶，这是你们今天才享受得到的。因为是关爱肿瘤嘛，因为我们是抗癌州嘛，不然说你抗癌州你又没什么优惠，你又不关爱我们，那这么说不过去。是什么让这些老年人这么痴迷，愿意一次性花10几万来买保健食品呢？原来除了门店推销，这家保健品公司还会通过所谓专家咨询会，甚至在酒店举办展销会，让老人们自愿掏腰包。记者来到了位于新世界中心14楼的中科深圳公司所在地，在义工的带领下完成了签到，才能够入场参加所谓专家科普讲座。进入会场，一名据称专家的人已经在宣讲所谓的健康防癌知识。免疫水平高的没事儿，免疫水平低的遇到某种致癌因素，它就发生基因突变，它的正常细胞就变成癌细胞，它就得癌症了。
这位所谓的专家告诉老人，并不是医生所说的所有检查都值得做，并从省钱的角度告诉老人不要全盘听信医院医生的检查方案。那么这钱要花在哪儿呢？就花在买保健品上。我刚才说的那些个药，国产的、进口的，现在已经在肿瘤医院里属于淡出肿瘤的临床治疗，淡出过时的药了。什么效果最好呢？我们医院用的是中国科学院研制出来的，我们医院是国家指定的医院用孢子油、艾特、孢子钙。这个不是所有的医院都可以用的，因为它现在还没变成国药注册。但是我们用之后呢，给病人开的发票是单开，而且上面盖一个章，4个字不准报销。演讲中，中科作为企业品牌，却被这位专家说成了中国科学院，混淆视听，欺骗老人。而保健食品也被说成了特定医院的指定用药。到了1对1的咨询环节，记者拿着真实肿瘤患者的病例咨询了现场多位自称是受邀专家的人。化疗了，肿瘤很快就缩小，甚至可以消失，完全消失。大家完了，然后病人特高兴，这么好啊，效果这么好啊！要是不用生物治疗，不过2个月重新长出来，还在原来，长得更快。所以呢，怎么能不让它长出来呢？孢子油、艾特吃上就不长。有经济能力的人连续吃，而且量还要大一点的肿瘤病人，不能没有做手术的，你吃上个8粒、9粒，甚至有的吃10粒都有。那家伙一年的话10几万、20万都有。特探，好的，来送份礼品。除了所谓专家科普讲座，中科公司还会在5星级酒店宴请老年人，提供吃喝玩乐式的一条龙服务。我们没有任何的产品的宣传的成本，我们也不做任何的广告，我们也不做大力的宣传，我们每次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呢，把这个产品最后定价定到多少元？990元，定到990块钱，然后呢回馈给我们的消费者。以周年庆的名义打折促销，通过内部员工现身说法、有奖答题、现场付款享折扣等手段，让老年人士应接不暇，自掏腰包。那孢子油它最主要的功效是干嘛呢？是杀灭肿瘤细胞。抑制肿瘤细胞。对，抑制肿瘤细胞它生殖，它就是一个攻城拔寨的这么一个角色。艾特的孢子油这个双键合并条件下加入这个特单可以迅速提高免疫力，同时呢，它可以帮助孢子油，也可以帮助艾特，也就是可以让艾特跟孢子油再发挥它的功效。这家公司还公开宣称推出了可以杀灭肿瘤细胞、限量销售、优先供应的特供产品。总共15年的时间，我们特供了大量的人群，包括我刚才讲的我们身边的例子。那么有一个产品，它的就最主要的成分就是灵芝孢子油糖。这个产品呢，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临床数据，我们在国内跟很多的这种肿瘤的专业性的医院，我们做过合作。订购处在舞台的一侧，现场购买还可以砸金蛋抽幸运大奖。记者在现场看到，整个酒店会场容纳30桌老人，每一桌都是座无虚席。促销会上座无虚席，中科公司声称他们的保健品可以杀死肿瘤细胞，真有那么神吗？记者把这款产品寄往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中科牌灵芝孢子油的塑化剂含量大大超过了国家规定的指标，其中一项甚至超国家标准高达148倍。这保健品究竟是能防癌还是会致癌啊？记者看到，中科创新牌灵芝孢子油软胶囊只具备10件字号，是名副其实的保健品，但是在宣传时却表示具有抗肿瘤的治疗效果。对此销售人员是这样解释的：保健品分成2种，一个是营养性的，一个是保健的，那个功能性的嘛。营养的就像我们吃的蛋白质粉这些但是这个功能性它就是跟药品一样有功能，就是说我们大陆这个就是说这个要求规定还是比较严的。如果是在香港的话呢，其实它这个是直接的也都可以当药品。这个灵芝您放心是没有副作用，它不像西药就有副作用，这个是纯中药，它是扶正固本销售人员表示，中科公司具有专利技术，可以将灵芝孢子中的萜3醇提炼出来，而这个萜3醇就是抗肿瘤的关键成分。灵芝萜3醇就是它这个是主要的抗肿瘤成分。3萜类呢，它是一大类化合物，
其中包括很多各种各样的三萜。那么在我们的临床中呢，我们没有把三萜类应用到抗肿瘤的治疗中，也没有相关的这种大规模的临床实验证明这种三萜类有抗肿瘤的作用。灵芝属于传统中药的上品，它具有止咳平喘、延年益寿的功效。灵芝三萜、灵芝多糖都属于灵芝的化学提取物，它已经不属于传统中药的范畴。那我们知道，我们生活中很多的蔬菜水果，它的成分里面都有抗肿瘤、调节免疫的一个功效，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不能唯成分论。专业医师表示，保健品批准上市的标准要比药品低得很多。保健品并没有像药品一样针对疗效和毒副作用有严格的检验才批准上市，夸大保健品的辅助治疗效果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其实在实验当中呢，有很多物质对癌细胞都有抑制和杀伤的作用，但是呢，这些物质呢它是在体外实验就是主要是针对癌细胞的。那我们主要是这样，就在实验室里头在这个细胞培养的这种条件下但是在人体里头呢，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很多在体外对肿瘤细胞有杀伤作用的这种物质到了人体以后，其实就失去作用了。早在2011年，我国卫生部就曾经发函通报食品及食品添加剂中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最大残留量的标准。今年11月11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方网站再次重申此问题，发布了市场监管总局关于食品中塑化剂污染风险防控的指导意见。其中第4条明确指出，企业生产经营的油脂类、酒类食品应当符合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关于塑化剂最大残留量的规定。对于油脂类、酒类食品中 DEHP、DINP、DBP 最大残留量分别为每1000毫克、1.5毫克、9毫克和0.3毫克。为了进一步证明其是否存在质量问题，记者将在门店购买的批号为2019-0524的3瓶灵芝孢子油软胶囊送往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进行检测。报告显示 ，DEHP 和 DBP 检测结果分别为每1000毫克、19.4毫克和44.6毫克，分别超过了国家标准的13倍和148倍，也远远超过此前市民送检的结果。而塑化剂超标本身就会对人体造成危害，严重的还可以致畸致癌。塑化剂呢，其实是一种高分子材料的助剂，它被应用在工业上，理论上不应该出现在人的食品中或者是这个食品的包装上。那么塑化剂呢，我们知道的可能的危害包括会影响人的内分泌的系统，会影响人的生殖的系统，那么还有会影响人的心血管的系统。那么第3点最重要的一点呢，服用塑化剂可能会致癌。那么在一些小鼠的临床研究中呢，大剂量的接触塑化剂和服用塑化剂会引起小鼠获得肝癌的几率增加。有律师表示，中科创新牌系列保健品的部分宣传手段也涉嫌违法。首先，我们要明确保健品它是不属于药品的，因此我国广告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经营者不得使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进行一个虚假宣传，否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销售者如果使用这个杀灭、治疗、转移这些敏感性的字眼，我认为他就涉嫌违反保健品相关法律法规，因为保健品它是没有治疗的效果，如果用这些字眼，容易使消费者引起一个误导，产生一个误导，那我认为不排除有欺诈的这个嫌疑。第一现场记者报道。昨天我们栏目报道了一款名为中科灵芝孢子油的保健品，在经过商家所谓科普推销之后，竟然摇身一变成为了一款抗肿瘤的神药。昨天节目播出同时，深圳市市场稽查局的执法人员也对售卖这款保健品的中科灵芝门店进行突击检查。化疗了，肿瘤很快就缩小，甚至可以消失，完全消失。大家完了，然后病人特高兴，这么好啊，效果这么好啊！要是不用生物治疗，不过2个月重新长出来，还在原来，长得更快。所以呢，怎么能不让它长出来呢？孢子油艾特吃上就不长。执法人员调查发现，这位专家口中的抗癌神药中科灵芝孢子油，在福田南山、罗湖等区都有售卖。在南山的这家中科灵芝门店，店内售卖的保健品种类有近10种，而这些保健品的宣传资料引起了执法人员的注意。在这个宣传资料当中有提到，你比如这个亚麻籽油，它提到能降低血液中胆固醇、甘油三酯，是不是预防血栓形成、调节血糖等等这些治疗的功效。这一项叫艾特的这个产品当中，它有
抗基因突变、防癌前病变等等这种治疗功效的一个术语。这个是涉嫌违反这个广告法的相关规定。这些宣传资料当中还专门打出了保健品售卖的原价和优惠价，两者差距有近1倍之多，也引起了执法人员的怀疑。52800元，现特惠价是36000元。这个呢，我们要核实一下它现场的经营场所是否有这个原价真实存在。如果还没有这个真实的原价交易过，那它这个这样标示涉及到一个价格欺诈。这样的宣传资料简直是套路满满。执法人员立即对这些资料的来源进行了核查。这个册子，实体。这个册子是你实话实说啊，是你们分公司还是店里印的？店里。你这个抗基因突变、抗癌前病变、防复发转移有什么依据没有？这些不能提。你先没有？不能提。你别走，你过来，有没有这种？哎呀，我们这个意识不强哈，就是有时候印的可能就是。您可以回答一下，这个有什么依据吗？你不要拍我，好吧？不要拍我，好吧？接下来我们现在对相关的产品进行一个抽样检测，具体的这个结果呢，要等到下一步检测结果出来之后，才能进行进一步的处理。执法人员经过连夜核查，发现中科灵芝门店问题不少。今天一早，深圳市市场稽查局的执法人员和福田公安局的民警一起到了中科灵芝公司深圳总部进一步调查。然而，这家公司总部好像已经有了应对之策。在中科灵芝公司的深圳总部，有2名工作人员负责接待前来调查的执法人员。可是，对于执法人员的问题，他们却是一问三不知。有消费者直接来你们这拿货吗？对啊。开单吗？那销售记录呢？销售的记录对。不清楚这个。那谁清楚呢？工作单过来。现在没有。没问题，你就正当的配合吧，政府部门检查嘛，是不是？你这样躲躲藏藏不是办法。通知老板本人过来，他有义务过来配合我们行政部门做调查的，知道吧？你回避不了的，迟早都是要见面的，是不是？把有些情况当面讲清楚。此前，记者在中科灵芝公司深圳总部暗访时，发现了不少涉嫌虚假宣传的保健品资料，也带了一些回来保存取证。不过，今天执法人员几经排查，并没有找到任何违法违规的资料。而面对昨天的调查结果，总部的工作人员也没有正面给出回复。这个我们现在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您觉得超标这个事情下一步会怎么办？对，我们跟你们一样，也在等车检结果。那关于执法人员认定的涉嫌虚假宣传的情况，现在不是正在调查吗？先等他们调查吧，好不好？执法人员留意到，现场有一张针对昨天执法检查的情况说明，书写日期居然是昨天。除此之外，不少卡座上的笔记本存在被集中撕毁的情况。对此，民警调取了楼道的监控，发现昨天执法人员查处这家公司门店时，几名公司员工返回公司总部，将几大箱材料紧急拖走。执法人员怀疑一些存在问题的文件资料很可能已经被公司员工连夜转移。不是你回来做了什么事？我去旅游回来了，我就在楼下下车，我很正常啊。那下车有没有回公司这边来？上来我都说了。上来做什么呢？有做过什么？没做什么。没做什么是吧？对。还有没有其他同事一起回来？有几个。大概多？因为我比较晚了。我知道大概有几个。 2、3个吧。通过这个物业监控发现，当事人在昨晚，夜间，已经将一些证据材料和物品，进行了转移。下一步呢，我们还是要对当事人，进行这方面对证据材料进行一个追查。第一现场记者报道。之前的暗访很多资料都已经固定，现在跟执法人员玩躲猫猫，有点欲盖弥彰了吧？事实上，我们早在几年前就关注了这家中科灵芝公司，媒体和网络也多次曝光。如今它依然屹立不倒，为什么这样一家保健品公司依然可以堂而皇之的开门营业，忽悠消费者？我们又该拿什么去保护那些耳根子软的老人家呢？这个问题值得深思。